画面中这台相机是我的富士 X100V， 一台讨论度极高、全世界疯抢，你也许有钱想要加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一台相机。Fujifilm X100V。那我自己是2022年底购入的，但是它去过日本、香港、越南各个国家。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实际使用体验，分析一下这台相机究竟功能不是最好、画质不是最高、价钱不是最便宜，然后又不能换镜头的它到底在红什么？嗨，大家好，我是 Louis。那 X100V 呢，可以说是让我重新爱上摄影的一台相机。那要聊它呢，绝对是先从它的外观开始聊起。富士这个牌子的相机外观真的是深受蛮多人喜爱的，简单干净，带有复古感的机身，我觉得是除了徕卡以外颜值最高的一个相机品牌了。那尤其是这个 X100V 是众多富士产品里面我觉得最好看的一台相机。那它其实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银，那我自己的话呢是买这个全黑的。它延续了前几代的设计，很简单干净，然后一体成型的机身，金属材质跟字的雕刻都很有质感，握起来也很有分量。机身轨轮跟按钮都很扎实，拿在手上会有一种很踏实、很高级的感觉。那它也有蛮多配件是可以加上去的，像是我自己就客制化加了不少东西。第一个是底板，那底板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增加握感，不管是手指或是手掌的这个底部握起来都会更舒服。然后你在使用相机的时候，你要把它放下来，你就不用战战兢兢地去担心它会刮伤，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放下去。然后热靴这边我有装一个拇指手柄，那功能也是这个按快门在握的时候呢，会握起来比较舒服。然后这个前面镜头这个地方呢，也蛮多选择的。我自己的话呢是加了一个方形的小遮光斗，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啊，我觉得单纯就是更好看。那当然它也有更大一点或是其他形状的这个遮光斗、遮光罩，然后也有些人会在前面装一片那个黑柔。那黑柔拍起来就会更柔焦，然后更有那种底片感的感觉。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每一台机身，每个富士的机身都可以装了这个快门的按钮，有各式各样的设计啊，凸出来、凹进去，或是木质调各种颜色。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因为机身是全黑，想说加一颗亮一点的颜色来点缀，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蛮喜欢的橘色。那这台相机我们平常出门基本上都一定会带着它，它不只是一台单纯的相机啦，有的时候没有拍照，直接把它放在身上也是一个时尚配件，挂在脖子上啊，或是侧背在身上，全黑的机身，然后配上我每天穿的白 T， 就是很素很好看。规格方面 ，X100V 是使用2600万画素的 APS-C 感光元件，规格方面绝对是足够一些日常甚至是基础的上岸拍摄。我使用它的方式跟我工作平常使用的 Sony 相机是完全不同的。用 Sony 的话呢，我都是拍 RAW 档，后期一定会进去 Lightroom 这种调色软体调好颜色才输出。那我平常是不会使用 JPEG 来拍照，不是说这个 Sony 的 JPEG 不好。我应该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是用 Sony 啊、Nikon 啊或 Canon 的用户的话呢，如果你是用 JPEG 在拍照，麻烦帮我在下面留一个我用 JPEG 果胶，反正我是不认识，或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做的。但反观 X100V 的话呢，我都是拍 JPEG， 就是设定好这个底片模拟，然后直接拍完之后就可以上传到电脑或是传到手机这样。不是说它的 RAW 不好用，但是它的 JPEG 画质就非常的干净、很清晰，然后很刚刚好的锐利。我觉得我会喜欢 X100V 的出图就在于它拍起来的对比度很刚好，它的亮部细节很清楚，暗部的噪点也不多，它的动态范围让我有一点像是在拍影片或是在拍底片的感觉。这种出图的话呢，我觉得在记录生活来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除了画质之外，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颜色。那这个也是富士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就是它的底片模拟。说到底片模拟，这个就绝对是富士最大的卖点。大家都知道，决定底片颜色的就是这个底片，然后富士本身呢就是做底片起家，然后他们也推出了很多市面上非常热门、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底片，然后富士他们就把这个底片颜色的这个技术转移到了数位相机身上，像是 X100V 它就有11种底片模拟可以去做选择，然后你可以到网络上去参考其他创作者或是这个很有名的 Fuji X Weekly 里面分享了各种富士底片模拟的参数，该怎么去设定才可能像是某种你很喜欢的这个底片颜色这样。那你可以去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你自己喜欢的样子、自己喜欢的底片模拟，然后把它放到这个7个预设的栏位，然后你在拍摄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切换。那在拍摄的时候，你就好像拥有了一台可以装7个底片在里面的这个底片相机。那用这个底片模拟拍 JPEG， 然后后期可以直出不用调色，其实是一件非常强大的事情。拍完能够直接用，不只是对一些可能不想要花时间去研究调色啊，或是只是一些玩兴趣的摄影玩家、摄影新手来说非常友善。对于我们这些每天都在碰相机的用户，空闲时间不想要搞得像工作的人来说呢，也绝对是一台非常愿意带出门拍摄的一台相机。像我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想要踏入摄影，想要买相机拍照片，他们都会问我说他们该买什么牌子的相机。那基本上我都会推荐 Sony 啊、Canon 的一些机款，但是他们都会补上一句说，但是我不想调色哦。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推荐他们来看。当初我在考虑购买这个 X100V 的时候呢，我也考虑过另外2台相机，一台一样是富士一样难买的 X-E4， 然后另外一台是 Ricoh 这个理光的 GR3。那 X-E4 的话呢，你可以看成是这个可以换镜头的 X100V。最后除了外观，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X100V 之外呢，就是因为 X100V 它不能换镜头。对，这个逻辑听起来怪怪的，就是可以换镜头，不是可玩性、可塑性更高吗？
你这样说没有错，但就是因为我知道这台相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随手拿起来就想要拍摄的生活相机，我不想要像工作机一样还要思考一下，说我今天出门要配哪一颗镜头，然后哪一颗镜头买起来比较划算等等的。X100V 它的等效焦段就是35，也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焦段，然后加上它有 f2 的大光圈。那如果说今天它的焦段是更广或是更特写一点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再三的去考虑一下。接下来就是这个 Ricoh GR3，理论上它的体积更像是生活相机，放在口袋更方便、更舒服。价钱的话，它的 CP 值应该是更高的。外观来说，它也不丑，但我自己觉得它的照片直出没有 X100V 好看，外观也没有 X100V 精致，它就是一台口袋相机。最后呢，就是刚刚那2台相机都没有的一个功能，也是大家常常忽略 X100V 的一个优点，也就是闪光灯。用闪光灯往前直打是很多人喜欢的一种感觉，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室内或是户外比较昏暗的时候呢，用闪光灯效果真的蛮好的。我也很常这样子拍。那像 GR3，你当然可以另外购买一个闪光灯，但是我记得价钱好像是什么6900块吧。按照本频道的惯例，我们讲了那么多优点，接下来我们来一一讲述它的缺点，跟为什么我不会去推荐你买这台相机。X100V 的价钱呢是41900块，其实原价我自己觉得已经偏贵了，但是现在炒价呢，其实已经把它炒到，就是二手可能已经比原价更贵了。全新的可能要59980块，而且也不知道要等多久。59980块呢，这个数字你已经可以买到一台旗舰的 Sony A6700，加上一颗原厂标准镜，再加一片减光镜，再加一张 SD 卡，再加一个三脚架的价钱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呢，已经是非常多人用来接案的一个专业的相机组合了。那当然，如果你不是考虑预算的人的话呢，这台相机是真的不错，那你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徕卡的 Q3。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这台相机不太适合新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不能换镜头，对我来说不能换镜头是优点，但如果对于一位需要累积经验的摄影新手来说，只能重复一直使用同一个焦段，可能会限制你的学习，限制发挥。不同的焦段呢，不只是广一点或是特写一点这么简单，就是它的透视感跟它适合传达的情绪都会有点不同。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调色，如果你一直是使用它的直出颜色的话呢，就代表你永远学不会调色。那当然你是可以使用那个 RAW 来。最后呢，就是它的界面跟它的按钮都不太新手友善。就是正常来说，任何的相机我驾轻就熟，但是这台相机我研究了蛮久才发现它的光圈、快门跟 ISO 要在那里调整。像是它的快门，你要先去选择一个数字，假如说1000，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快门就是可以调整从最慢640到最快的1600。这个设计其实还蛮奇怪的。另外就是个 ISO， 你要把这个快门的转盘先拉起来，然后才能调整。然后它的所有界面跟那个底片模拟设定的那个菜单也是花了我蛮久才搞懂。X100V 它的这个金属机身是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个边边角角是真的很容易刮伤。当然你可以去像我的相机一样贴膜，但你贴了膜就像穿了衣服的 AV 女。那像我这种 gentleman 在使用的时候，绝对都是小心轻放，但总是会不小心去刮到，就是很心痛。而且这对于一些好不容易买到二手 X100V 的人来说呢，会有点不公平跟不舒服。正常你买相机的9成新是真的蛮新的，但是如果你是买这台相机，它的9成新可能会多很多刮痕，但是可能也不是前机主故意的。X100V 呢，跟我去年介绍的一台徕卡 Deluxe 5一样，都是一台重新让我爱上摄影的相机。那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让我无时无刻都想要带着它出门，随时随地都想要把它拿起来记录一下。那这种感觉就跟我刚开始学摄影，买到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那种疯狂想要出去拍摄的悸动一样。那因为现在把摄影当作职业，不会无时无刻想要随便拿起相机做记录，就像厨师回到家不会想煮饭一样。但是现在不管是我还是 Vivian 都很常拿起这台相机，记录下了很多有纪念意义的瞬间。影片最后呢，我想要说的就是，不管你是拿什么相机，都希望你可以记得你刚拿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的那个悸动。不管现在是几点，不管有没有下雨，你又想要出去外面走一走，然后按下那个快门的那种感觉。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那我是 Louis， 我们下次影片见 ，Peace。发现蛮多时候走在路上，如果有人瞥到这台相机，都会多留意2眼。然后尤其是有在玩摄影的人，有一次啊，其实我出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背了一台很贵的相机吧，反正我们摄影师都会互相看一下对方的器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他有在玩摄影。然后他本来是用一个很高傲的姿态走过去，他突然看到这台相机，他就那个眼神透露出了一种，干，那个不是 X100V 啊。